你不是迷路，只是在走一条更深的路。这句话，也许在你最困惑的时候听起来很遥远，甚至有点不真实。因为当方向不清楚，步伐慢下来，原本熟悉的坐标一个一个失效时，人很容易以为自己是不是走错了。以前的我也这样怀疑过自己。只要事情不再照着预期前进，只要答案迟迟没有出现，我就开始质问自己，是不是哪一步选错了？是不是不够努力？是不是该回头？我把迷惘当成偏离正轨的证据。可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有些路本来就不在地图上，它不是用来抵达某个标准答案的，而是用来靠近真正的自己。那样的路不会笔直，也不会热闹，它常常要求你慢下来，甚至停下来，把注意力从外界的比较与进度转回内在。于是你开始不确定，开始犹豫，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走丢了。但其实你只是走进了更深的层次，那里没有清楚的指标，却有真实的感受。那里不急着给你答案，却让你慢慢知道什么不再适合你了。你正在放下的不是方向，而是那些曾经撑着你前进，却早已让你疲惫的方式。你正在失去的不是能力，而是对错误位置的执着。所以这段路看起来像迷路，其实是在校准你的感受，校准你的节奏，校准你与自己之间的距离。当你不再急着证明，不再急着完成，内在反而开始清楚，你会发现有些选择再也走不回去了。不是因为你失败，而是因为你已经长大。你不再能勉强自己待在不属于你的地方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觉醒。更深的路不需要你跑得快，只需要你走得诚实。它会让你一次次回到感受里，回到身体里，回到那个不需要表现，不需要撑住的自己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世界变得模糊，方向变得安静，请不要急着否定自己。很可能你只是走进了一条不再为了他人期待而存在的路。那条路也许没有掌声，却会让你越走越完整。你不是迷路，你只是终于走在一条愿意为自己深入的路上。你不是停滞，而是在重新对焦。这句话也许在你感觉一切都慢下来的时候并不那么容易相信，因为我们太习惯用速度判断价值，用进度证明存在。只要事情没有明显往前，心就开始焦急，仿佛一停下来就会被世界遗落。以前的我也这样误会过自己，我把停顿看成失败，把安静当成退后，把重新整理误解成什么都没再发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停下来看清楚，这不是停滞，而是焦点正在改变。就像相机对焦的时候，画面会短暂模糊，不是因为拍不到，而是为了更清楚。你现在经历的正是那样的时刻，
旧的目标开始失焦，不再适合的方向慢慢淡出，这会让人不安，因为熟悉的框架正在松动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你才有机会看见真正重要的东西。重新对焦，意味着你不再用旧的标准看自己，你开始听感受，而不只是追进度。你开始在意内在是否一致，而不只是外在是否完成。这样的转变看起来没有成绩，实际上却非常深，因为一旦焦点对准，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会少很多拉扯。你不再需要一边走一边怀疑方向，你不再急着证明，因为你知道自己在调整，而这样的调整不需要掌声，却会决定你接下来走得多稳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世界变慢了，自己好像没有进展，请不要急着给自己下结论。你不是停滞，你是在重新对焦，而对焦完成之后，你会发现原本模糊的一切开始一一清晰。你不是慢，只是走在更深的层次。这句话也许在你看着别人往前冲的时候特别难以相信，因为这个世界太习惯用速度定义成就，用快慢衡量价值。只要脚步放慢，就容易被贴上落后的标签，连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不够努力。以前的我也曾经这样责怪过自己，明明没有停下来，却总觉得走得太慢，明明很用心，却一直看不见成果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才发现，我走的那条路根本不是用来比速度的，它需要的是下潜，而不是冲刺。当你开始问更深的问题，当你不再只追求表面的完成，当你开始在意内在是否一致，脚步自然会慢下来。不是因为你退缩，而是因为你在整合。更深的层次本来就需要时间，它需要你停下来感受，需要你辨认什么是真实，什么只是习惯。这样的过程，外表看起来不动，内在却在重新排列。你正在拆解旧的模式，放下不再适合的期待，校准你与自己的距离。这些事情无法快，也不该快，因为一旦跳过，只会在之后用更大的代价补回来。所以请不要急着拿自己的步伐去对照别人的节奏，你走的不是同一条路，你不是慢，你只是选择了一条需要诚实、需要耐心，也需要勇气的路。那条路不热闹，却会把你带回中心。而当你完成这一层的整合，接下来的前进会比你想象的稳得多，因为你不是在赶进度，你是在打地基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一切慢得让人焦虑，请记得，你不是慢，你只是走在一个不需要急的层次里。你不是卡住，只是在酝酿。这句话也许在你看不到进展的时候很难真正听进去，因为我们太习惯用外在的动作
来判断内在是否有在前进。只要事情没有明显推进，心就开始焦躁，仿佛一停下来，就代表失败。以前的我也这样误会过这种状态。我把沉默当成空白，把停顿当成浪费，把没有结果视为自己不够努力的证据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才慢慢懂得，有些阶段本来就不该有声音，就像种子在土里，外表看不见任何动静，实际上，所有重要的事正在里面发生。酝酿本来就是向内的，它需要安静，需要时间，也需要不被打扰。而我们却常常在这样的时候急着翻土，急着检查，急着证明还有在场，却不知道那些动作反而会打断成长。你现在的状态不是卡住，而是正在整合。整合经验，整合感受，整合那些还没准备好说出口的答案。这样的过程没有成绩，却非常必要，因为一旦酝酿完成，下一步的行动就不再勉强。你不会在一边前进，一边怀疑，一边选择，一边拉扯。你会很清楚什么时候该动，什么时候该等。所以请不要在这个阶段对自己太严苛。你不是停滞，你也不是退后，你只是站在一个需要内在发酵的时刻。那里没有掌声，却有重量，而那份重量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让你稳稳地走出去。你不是退后，而是再回到中心。这句话往往是在你最容易误解自己的时候才显得特别难以相信。因为当脚步放慢，当方向不再那么外放，当你开始把注意力从世界收回来，很容易被解读成退缩。以前的我也这样误会过自己，只要不像从前那样冲，不像过去那样急着证明，心里就会浮现一个声音：是不是不够积极了？是不是少了企图心？可后来我才明白，那不是退后，而是一种回收。回收散落在外的注意力，回收为了迎合而分出去的力气，回收那些不属于我却被我扛着的期待。中心不是一个位置，而是一种状态，是一种我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也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的感觉。当你长时间向外奔跑，很容易迷失，不是因为你走错路，而是因为你离自己太远。所以生命会安排一个时刻，让你慢下来，让你往内走，让你重新感觉自己的重量。那个过程看起来像退后，实际上却是在校准你的节奏，校准你的界限，校准你真正想走的方向。回到中心，意味着你不再用别人的标准定位自己，你开始在意什么让你安静，什么让你耗损，什么事情其实不需要再继续用力。这样的回归没有速度感，却非常扎实。因为当你站在中心，
你不再被外界拉着跑，也不再轻易被推走。你开始稳住，而稳住不是停止，而是准备，准备下一次前进，不再偏离，不再勉强，不再把自己丢在后面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感觉自己不像以前那样往前冲，请不要急着否定，你不是退后，你只是终于回到了那个可以真正出发的位置。你正在经历的慢，是灵魂在对齐。这句话，也许在你看着世界不停加速的时候，显得特别逆耳，因为我们被教会要快，要跟上，要不落后。只要脚步一慢，心就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以前的我也这样质疑过自己，明明没有停下来，却总觉得自己走得不够快。明明很用心，却好像看不到进展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懂得，有些慢不是阻碍，而是一种调整。灵魂的对齐从来不是吵闹的过程，它需要空间，需要安静，需要时间，把外在拉回内在。当你开始问更深的问题，当你不再只追求表面的完成，节奏自然会放慢。不是因为你退缩，而是因为你在整合。整合过去的选择，整合还没被理解的感受，整合那些你曾经为了前进而忽略的自己。这样的过程，外表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，内在却正在重新排列。你正在拆解旧的模式，放下不再适合的期待，把力量收回中心。而这些事情不能快，因为一旦急着跳过，只会在未来用更大的代价补回来。所以请不要用别人的节奏惩罚自己的灵魂。你不是慢，你是在对齐，对齐你的价值，对齐你的感受，对齐那条真正属于你的路。当对齐完成，速度自然会回来，而那时的前进不再分裂，不再耗损，也不再需要用力证明。所以如果你此刻正经历一段让人焦躁的慢，请温柔一点，那不是你停住了，而是你的灵魂正在为下一步找到正确的位置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